大家好，我是以赖。昨天早上在赖上面看到一尾没有吃过的鱼，就请台东渔人帮我买了。今天收到货，到货的时候冰块都还没有融化完，刚好可以用这些冰来调制冰水洗鱼。台东渔人的这个包装让人很放心，袋子跟牛皮纸交错的包裹，因为这是冷藏寄运，不是冷冻的。做生鱼片的鱼肉不能冷冻，所以会包成这样。袋子是避免鱼泡在淡水里，厚纸张是避免冰块直接接触鱼，也挡住了鱼鳍刺破袋子。他们冰块放了很多，鱼拿出来都还是僵直的，这节省了很多移动上的时间成本。这个鱼的中文正式名称是蓝线白蜡，是龙蚺鱼科的，长得跟这个鱼很像的龙蚺鱼很多，但脸上有蓝纹的只有这一种，所以非常好辨认。这个鱼在日本鱼类网站上评价5颗星。俗名的话呢，台东叫月白，宜兰叫白熊，澎湖叫白加辣，因为它整体看起来是蛮像加辣的。但俗名叫白加辣的还有平鲷、灰白辣，叫月白的有单裂齿鲷、莫桑比克几格鲷。这种鱼多年前中文名称是蓝纹螺顶鲷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改成了蓝线白辣。那我没有吃过这种鱼，看到台东有就定下来吃看看。我最近推出了一把自己的刀子，就跟今天使用的一样，它有一个接近直角的刀根，可以用来斩断鱼的脊椎骨。刀柄到刀背是平的，一体成型，很坚固，可以用手拍打或者用锤子敲。刀尖的锐角可以刺穿鱼鳃。我在无数次的生鱼片制作中呢，体会到这个刀型是相当顺手的。刀背做的稍微厚一点，拍打的时候手比较不会痛。那钢比较厚的话，也可以用得更久，可以一直磨一直磨。今天的鱼状况很不错，鱼血都有放出来。如果是冷冻寄送的话，鱼的内部被冻结了，血就放不出来了，所以运送的方式也是很讲究的。那这把刀比一般的出刃窄，割开鱼鳃跟鱼头连接处的时候呢，不会被鳃盖卡到，更顺手，也降低了割手指的几率。我原本是希望刀身更短，腕力更容易传到刀尖，但因为要切片啊，这个长度就不太够了。刀柄够长，这样子可以深入脊椎跟鱼鳃的根部，不会被鱼鳃上的尖刺刮伤手指。用刀尖割开内脏两侧的黏膜之后，再取出内脏。那如果是直接用蛮力撕扯，下巴肉跟腹肉很容易撕扯开一个裂缝。冲洗时淡水会进入鱼肉，影响鲜味，那一片肉容易氧化黑黑的。那内脏干净漂亮，没有糜烂，没有异味，没有消化液流出。自己去渔港挑的也差不多就这样了。用刀尖挑开脊椎上的腹膜，把鱼血刷洗干净。那这把刀的第一种功能就完成了。因为最近有人问，我就再回答一次有关于渗透膜的问题。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用渗透膜包鱼，排除水分不是熟成鱼的主要目的。渗透膜会主动吸收掉太多水分，虽然它吸收水也是有限的，那一段时间一样是需要更换。相较于使用纸巾呢，我感觉不到渗透膜有更好的效果，但却要付出好几倍的成本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钱。那今天是熟成的第8天，大家看到袋子里面的纸很湿，内层的纸巾也很湿，这就是我之前说的，有时候袋子会不明原因渗水进去，可能是袋子的问题，又或者是我重复使用，绑得太紧，拉得太用力了。昨天检查的时候是正常没有问题的，但还好我用来泡熟成鱼的冰箱里面放的都是盐水，所以就算渗一点点进去呢，对鲜甜度的影响也不算太多，就是那一缸水要全部换掉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产生细菌。用同一把刀切割鱼下巴，这个鱼的尺寸算中等，你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自己操作时的状态。用90度的那个刀根顶着脊椎拍打，这个刀根差不多能斩3公斤以下的鱼。更大的鱼身体更厚，就需要更宽的刀根来斩，但是更宽的刀根在拉鱼皮跟切片的时候就会没那么好用，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尽量2种功能都能适用的宽度。用刀子前半段取肉，切鱼肉是用滑动的，用刀子割或者是锯那个鱼肉。刀子的最后的1/3，因为会斩脊椎或者斩鱼头，有时候刀锋会缺角。像我的正本啊、正广啊、青指、白指也是偶尔会有缺角，所以不要用前面去接触鱼骨，
前面的刀锋如果缺角了，你切割鱼肉在滑动的时候就会不顺。那这把刀是单面刃，所以平时磨刀的时候只需要磨有斜角的这一半，另外平平的那一半只需要稍微的荡刀就可以了，省了一半的磨刀时间。那不要磨得太细，磨到1000番就可以了。磨太细，割鱼皮的时候会很难施力。刀锋用显微镜看就是一个锯子嘛，锯齿太细，有时候会咬不住粗糙的物体。这个鱼叫月白，可能因为鱼肉比较白吧。这个鱼肉很漂亮，超级白。这个鱼皮很厚，就慢慢滑动把鱼皮锯开，或者反手把鱼皮挑开也行。单面刃的右边外侧有斜角，那个角度刚好可以贴齐鱼骨，刀锋可以切割得很精准。我觉得比双面刃容易操作，也可以用来修掉鱼筋啊、骨膜。平平的那一边刀身没有内凹，所以在切生鱼片的时候，咬刀的感觉可能会稍微多一点，所以没办法接受的人别买。再来，这个刀子的钢质没有到很硬，这一点我之前的影片有讲过了。越硬的钢能撑很久才需要磨，但同时需要磨很久才能磨好。所以如果你是每天都要用，而且都要用很长时间的人，这把刀可能也不适合你。那如果你已经有2把功能分开的刀，一把出刃跟一把柳刃，站在实用角度上来看，你也没必要买这把刀。这把刀是给一开始入门，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刀的人买的。鳍边肉跟着最外沿的鱼皮一起切掉，剩下的鱼皮会很平整，等于是鱼皮分2段去除，这个效率比较低，失败率也很低。这鱼的皮下深色的红肉很少，吃起来应该很清爽。前段的刀身窄，可以像柳刃那样子转刀身拉鱼皮，越窄接触面积越小，摩擦力也越小，操作更容易。那也可以用同一把刀来切片，15公分的刀足够来切生鱼片了，实际上10公分也是很足够了。那么这样一把刀3种功能都完成了。今天的鱼肉蛮多的，我要做一个韩式料理来吃。我之前去釜山玩的时候有吃过一种用冰水做的汤面，面汤里面有碎冰，有蔬菜，吃起来就是泡菜加水的味道。面条很好吃，但是整体鲜味不足。我后来看到有一个更好的食谱，翻译成中文叫做水拌生鱼片。先准备一些蔬菜切成丝，然后再加上生鱼肉丝，也可以再加鲍鱼啊、海椒啊、海肠等等的。那我今天准备的是套 Q， 用比较 Q 弹的口感来跟蔬菜搭配。切好之后放冰箱，接着准备酱料。韩式的料理一定要有这一种酱 ，gochujang。加点鱼露，也可以不加啦。我这个快过期了，我想要用完。韩式料理3宝：麻油，然后再来一点柠檬汁。这个是梨子，要加入梨子泥。食谱上写还要加洋葱泥跟蒜泥，说这个3个可以一起用果汁机打。开玩笑，用果汁机打蒜泥，接着就会被老婆打，所以这样子磨一磨就好了。那我这里有一些吃泡菜剩下来的汤汁，里面有一些蒜泥的气味，倒进去补足辛香料的味道就可以了。加一点透明高汤，充分搅拌。最后还要加雪碧。那我这个步骤做错了，雪碧应该是吃的当下再加，这样子酱料才会有气泡嘛。那我现在加，吃的时候根本就没气了，变成糖水。所以加不加都没差了。酱料放冰箱，再准备别的。一边烤鱼下巴，一边煮面条。我用的是日式冷面条，面条很细，很快就会熟。面条煮熟，捞出来泡冰水。然后泡1次不够，大概要换3次水。这个是冷面，所以要湿冰凉的。我今天先尝试做1次，好吃的话我之后再做，可以再加鲍鱼啊、干贝啊等等的。吃之前再把酱料倒进食材里面。那我准备的蔬菜是白萝卜、番茄、小黄瓜、洋葱。不论是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墨西哥，还是秘鲁、中式、韩式、越南式，
这一些蔬菜跟各种不同风格的生鱼片料理都是百搭。哇，这个鱼肉好亮，好白哦！我没有吃过这种鱼，这肉是白色的。这今天熟成了，今天几号？应该是熟成了9天了，鱼筋都散开了。入口就化开了，因为是熟成够久吧，而且看起来没有油，但实际上肉里面的油脂很多，整个会分散开来，油香味很足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！哇，油香味跟甜味都有，哇，这非常好吃。就是在这个日本那个网站上评价是5颗星，我觉得这个比真鲷还要好吃。真鲷我觉得就是筋感比较强烈，这个筋感比较弱，也有可能是我切的特别薄。试看看，非常清爽，来，非常好吃的鱼。来试看这个，这中间是不是那个鱼肉？然后这边有加了套 Q。我看原本的话，原版还会加鲍鱼啊，或是那个海鸮，就是所有的那个海鲜类都可以加。甜甜辣辣，清爽，然后好吃。我们今天弄点面，我就会准备汽水。如果你等一下想要再冰凉一点的话，吃之前再加点汽水。好吃。那个 Seven 不是有卖一种那个韩国凉面？里面有那种辣酱嘛，然后蔬果，然后面好像是黄色的吧。我觉得我这个调味啊，跟那个凉面的调味有87%像，说不定我干脆去买那个凉面回来，然后自己切生鱼片加进去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但是因为我这个面比较软 Q 啊，跟那个不太一样。我把套就也切的跟面一样，鱼也切的跟面一样。来加一点鱼，这都是鱼肉，然后跟着面一起吃。真的蛮好吃的。